嗨，我是老高。今晚我们来聊一个你绝对熟悉，但大概率没真正读懂的东西——《聊斋志异》。先别急着关，我知道你脑子里已经冒出画面了：古庙月光，白衣飘飘，书生挑灯夜读，窗外飘进来一个绝色美人，对吧？几百年了，所有人都这么想，茶馆说书人这么讲，电视剧这么拍，连短视频都在反复贩卖那套才子佳人的浪漫叙事。现在，我需要你做一件事，把脑海中那些柔光、花瓣、红烛摇曳的唯美镜头，通通擦干净，一帧都别留。因为真实的《聊斋》跟浪漫没有半毛钱关系，它是一封血书，是一个被命运反复碾过的老人，蹲在漏风的破屋里，用冻僵的手指一笔一划刻下的人间判词。你要是只把它当鬼故事听，那你就彻底辜负了写它的那个人。我们先回到这本书诞生的现场。康熙年间，山东淄川一个穷到骨头缝里的乡下地方，隆冬腊月，气温零下，北风像刀子一样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灌进来。一盏豆油灯，火苗只有黄豆大，随时要灭。灯下面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瘦老头，他叫蒲松龄。19岁那年，这人考了个县、府道3个第1名的秀才，整个淄川都轰动了，所有人都觉得他前途无量。结果呢？从20岁考到71岁，50年，他在乡试的考场上进进出出，像一只被关在迷宫里的老鼠，反复撞墙，反复流血。卷子交上去，榜单贴出来，没有他的名字。再交，再贴，还是没有。50年，你想想那是什么概念？一个人最好的年华，从黑发考到白发，从少年考到佝偻，系统只给了他一个回应：沉默。不告诉你哪里错了，不告诉你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让你过。我觉得这种折磨比直接拒绝残忍1万倍，拒绝至少是个痛快话，沉默是钝刀子割肉。你有没有发现，这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处境特别像？你投简历，你面试，你做方案，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那种被系统静悄悄抛弃的感觉，蒲松龄在300多年前就替我们尝过了。就是在这种处境下，他开始写《聊斋》，不是为了娱乐谁，是为了活命，精神上的活命。他在自家门口摆了个茶摊，过路的人讲一个故事，他就记一个。晚上回到那间冷的能看见呼吸的屋子里，把那些志怪传说重新剖开，塞进自己50年落榜的愤怒、屈辱和洞察写出来的东西，表面是狐鬼花妖，骨子里全是人间。我们先进第一个故事《夜生》。这篇不长，但你读完会觉得后背发凉，不是因为闹鬼，是因为太真实了。叶生这个人才华没问题，文章写得好，当地县令丁大人亲自看过，拍桌子叫好，还掏钱资助他去考试。你看，伯乐有了，学费有了，实力也有了，按道理应该稳了吧？放榜那天，叶生挤在人群里找自己的名字，找了一遍没有，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有。他回到家躺下了，不是累了想休息那种躺，是整个人像被抽走了什么东西。他开始拒绝进食，脸上的肉一天比一天少，颧骨越来越突出，眼眶越来越深，肌肉失去力量，翻个身都费劲。几天后，他的呼吸停止了，心脏不跳了，他死了。但诡异的事情来了，叶生的魂魄不知道自己死了，他的执念太深，深到连死亡都没能把那根弦切断。丁大人因为调任要去外地，叶生的魂魄居然收拾了行李，跟着马车就走了。到了新地方，他把自己毕生钻研的八股文写作技巧，一字一句交给了丁大人的儿子。
怎么破题，怎么成题，怎么收尾，全部倾囊相授。几年后，那个年轻人考中了举人。叶生感到一种巨大的满足，他觉得自己被证明了，我的学问是有用的，是能通过考试的。于是他辞别丁大人，决定回家。他推开自家院门，杂草长到了膝盖。他的妻子穿着白色粗布丧服，站在屋檐下。妻子看见他，瞳孔放大，后背直接撞上了泥墙。他指着他，声音发抖：“你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叶生低下头，看自己的手，手掌边缘开始模糊，光线能穿过去，看到地面的青砖。一阵风吹过院子，他的魂魄像烟一样散了。说实话，如果是我读到这里是真的难受。你仔细想想这个逻辑，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考试不让他过，死了以后变成鬼，他干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报仇，不是游山玩水，而是继续帮别人备考。他的潜意识里刻得最深的那道指令就是通过选拔，哪怕肉身都没了，这条指令还在运行。这不是鬼故事，这是一个被系统彻底驯化的人，他已经不知道考试之外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身份、价值、存在的意义，全部绑定在那张榜单上。考不上，他连当鬼的底气都没有。我觉得蒲松龄写叶生的时候，一定是在写自己。那种被规则吃掉灵魂的感觉，他比谁都清楚。看透了考场那台冰冷的机器之后，蒲松龄把镜头摇向了另一个方向。在他笔下，人间往往是一潭死水，真正有血有肉，敢去搅动这潭死水的，反而是那些被正统秩序排斥在外的异类，狐狸精、女鬼、花妖。今天我们不聊别的，就看两个女人，聂小倩和英宁，一个是黑暗里的绝地求生，一个是旷野上的纵声长啸，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最后却撞进了同一堵墙。先说聂小倩，把你脑子里那个白衣飘飘、幽怨弹琴的形象删掉，原著里根本没有弹琴这回事。回到故事的起点，浙江金华一座废弃的古寺，杂草把台阶都淹了，大殿里的佛像斑驳脱落，院子里几棵参天老树遮住了所有的光线。这地方阴气重到什么程度？方圆几里没有活人敢靠近，因为它不是寺庙，是一个地下组织的据点，控制这里的幕后头目，原著叫老妖物，电影里演成了树妖姥姥。你把它翻译成现代语境就明白了，这是一个盘踞在灰色地带的犯罪集团。聂小倩在这个组织里是什么身份？底层工具人。她18岁死了，死后连魂魄都被扣在这个地方，没有自由，没有选择。每天夜里，她的任务就是披上那张漂亮的皮囊，去色诱路过借宿的旅客，勾引成功了，老妖物就来吸血，完成指标。他能苟活一天，完不成，等着他的是更恐怖的惩罚。你说这是什么？这是 KPI， 是被暴力和恐惧绑定的强制劳动。她不是妖媚的狐狸精，她是一个被困在深渊里，连挣扎都不被允许的女孩。再看宁采臣，原著里这个人绝不是什么文弱书生，蒲松龄给他的人设就5个字：生平无二色。翻译过来，这人对女色和不义之财免疫力极强，他一个人敢住进闹鬼凶宅，胆子不是一般的硬。那个改变一切的夜晚来了，月光惨白，破窗户投下一片阴影。小倩推门进来，先是笑语盈盈，想投怀送抱。宁采臣板着脸滚出去。色诱失败，小倩掏出一锭黄金放在床头，这是组织的标准套路，美色不行就上前，只要你手一伸，接住了，那就是接住了死亡。宁采臣抓起金子，像扔脏东西一样直接甩到院子里，说了一句：不义之财葬我口袋。
小倩在门外捡起那锭金子，那东西其实是恶鬼的骨头变的。但就在弯腰的那一刻，她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击中了。她在这个组织里见过太多男人了，贪的、色的、虚伪的、懦弱的。她以为世界就是这样，但眼前这个穿着寒酸的读书人像一块石头一样，什么都撬不动。她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她唯一的机会。第二天夜里，小倩再次敲门，这一次她没有卖弄风情，进门直接跪了下来，泪流满面。她把整个组织的底细全盘托出，哪些旅客是怎么被刺穿脚心、吸干血液的，明天晚上老妖物要亲自动手，你今晚必须跑。然后她说了那句话：求你带我走，把我的骸骨带回你老家安葬，让我脱离苦海。你想想这个场景，一个被黑恶势力控制的底层女孩，拿自己的全部秘密做赌注，去信任一个只见过两面的陌生人。这不是撒娇，不是套路，这是拿命在赌。宁采臣答应了。在剑客燕赤霞的帮助下，他们用一个破旧的剑袋度过了那个群魔乱舞的夜晚，逃出了金华古寺。但你以为逃出来就是大团圆？不，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小倩跟着宁采臣回了家，等她的不是欢迎，是宁采臣母亲深深的恐惧和厌恶。你想啊，那个年代，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还是个鬼，怎么可能被正经人家接受？接下来的篇幅，蒲松龄写得极其克制，但每个字都扎人。小倩收起所有法术，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洗衣扫地。她不敢吃人间的食物，只偷偷闻一闻米粥的热气续命。宁母怕她，不让她靠近，她就远远站着，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她在干什么？她在为一个合法的身份而战。她在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勤恳去洗刷身上那层被迫沾染的污垢。她想干干净净做个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有一天，宁母叫了她一声孩子。那一刻，小倩才算真正活过来了。她甚至后来像正常人一样生了孩子。我觉得这个过程比任何法术对决都惊心动魄。一个人从最深的泥坑里爬出来，不靠神仙，不靠奇迹，靠的是一天又一天磨出来的信任。如果说聂小倩是从黑暗中挣扎着爬向光明，那英宁就是反过来，她本身就是光明，最后被黑暗吞掉了。你先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空气。明清时期的女人，笑不能露齿，走路不能摇裙，被三从四德捆成了木偶，脸上的表情像是用尺子量过的。谁要是在公开场合放声大笑，那就是不知廉耻，伤风败俗。偏偏蒲松龄笔下出了一个英宁，狐狸和人生的混血女孩，在深山老林里长大，没受过半点人类规矩的污染。书生王子服在元宵节的人堆里看到她，一眼就沦陷了。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拿着一枝梅花，正在毫无顾忌地笑。那笑容太干净了，没有算计，没有防备，没有那种我该不该笑，笑多大合适的自我审查，就像山里最野蛮的花，想开就开了。王子服害了相思病，一路找到深山里，终于见到了英宁。他拉着她的手，红着脸说：我想跟你做夫妻。你猜英宁怎么回的？他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说：咱俩是亲戚，晚上当然睡一起啊。王子服急了，解释说不是那种睡一起，是夫妻那种。英宁扑哧笑了，我才不习惯跟陌生人睡一张床呢。这段对话写得太妙了，他不是装傻，他是真的没有那套概念。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男女大防，没有对亲密关系的羞耻框架，更没有人类那些弯弯绕绕的试探和暗示。它就是一张白纸，而白纸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
全是别人脸上的扭曲。王子服把英宁带回了家，整个大院炸了锅，他那毫无收敛的笑声成了这座死气沉沉宅子里最刺耳的声响。婆婆嫌她没规矩，下人觉得她疯癫，但英宁不在乎。她在花丛里笑，在树上笑，被训斥完哭2下，转头又笑了。那笑不是傻，是一种天然的防御机制，是对整套压抑人性的礼教秩序最清脆、最无所畏惧的嘲弄，而且他绝不是好欺负的角色。隔壁有个登徒子看上他的容貌，想来调戏。英宁假装答应，在墙角放了一节枯木，里面藏着一只剧毒蝎子。那色鬼半夜翻墙过来一摸，惨叫连连，差点丢了命。你看，他有野性的智慧，也有反击的锋芒。谁要是试图用脏手碰他，代价自己掂量。但故事的结尾让人喉咙发紧。英宁的狐狸母亲死了，她求王子服帮忙安葬遗骨。丧事办完那天，一向笑个不停的英宁对着丈夫痛哭了一场。从那天起，她再没有笑过。你故意逗她，她也只是一脸平静。蒲松龄就这么冷冷落了几笔，像钝刀子割肉。他为什么不笑了？因为他终于被驯化了。他学会了什么叫规矩，什么叫分寸，什么叫生离死别。那座叫世俗礼教的牢笼终于把这只山里的小兽关住了。更让人绝望的是，他生下来的孩子也不爱笑了。系统的碾压不是一代人的事，它会遗传，它会把鲜活的灵气从根上掐断。你把小倩和英宁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残忍的事。小倩为了活下去，主动套上了人类的枷锁。英宁在经历了人间的悲欢后，被迫吞下了自己的笑声。无论是鬼还是狐，只要你想融入人类社会，代价就是磨掉你身上所有的棱角，变成跟他们一样的面目模糊的人。但蒲松龄还是把最好的笔墨给了他们，因为在小倩每天天不亮起床烧火的身影里，在英宁曾经响彻山谷的笑声中，我们看到了人在面对铁木般的命运时能迸发出的最顽强的生命力。哪怕这团火最终还是灭了，它也照亮过什么？说实话，如果是我会记住那团火，而不是那片灰。好，当狐鬼的恩怨讲完，蒲松龄笔锋一转，带我们走进了聊斋最黑、最冷、最让人喘不过气的地带。这里没有法术，没有温情，没有任何缓冲，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对底层的正面碾压。我们要看2个故事，醋汁和席方平。看完你会明白，在庞大的系统面前，普通人的血肉到底值几个钱。醋汁故事发生在明朝宣德年间，皇帝喜欢斗蟋蟀，就这么一个轻飘飘的爱好，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面，涟漪一圈一圈扩散出去，到了最底层就变成了灭顶之灾。陕西华阴县县令为了拍上级马屁，把上贡优质蟋蟀定成了摊派给老百姓的硬指标。完不成，打完还完不成，继续打。村里有个叫程明的读书人，老实巴交，偏偏被上面点了名，负责收缴蟋蟀。这差事要命，他自己都抓不到合格的虫子，怎么收别人的？果然，很快就被拖上了公堂。原著里那段挨打的描写，读起来牙根发酸。衙役把他按在青砖地上，白蜡木棍抡圆了打，100棍下去，皮开肉绽，鲜血把棉裤染成暗红。打完以后，他连站都站不起来，只能用2条胳膊撑着地面，拖着血肉模糊的下半身，一步一步往家爬。青石板上拖出一条断断续续的血迹。为了交罚款，家里仅有的几亩薄田、几件破家具全卖了。就这还没完，你有没有发现，这套逻辑今天依然在运转？上面一个轻飘飘的指标
分下来层层加码，落到最底层就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不成就是你的问题。没人关心指标本身合不合理，程明就是那个被指标压垮的基层执行者。程明被逼到绝路，听说村里有个神婆能指路，他拖着烂腿去求了一张画着方位的纸条。半夜没有月光，他一个人趴在村外乱坟堆的石头缝里找蟋蟀，指甲缝塞满了黑泥，翻开一块碎墓碑，终于听见了一声虫鸣，一只又大又黑的蟋蟀。他屏住呼吸，用竹筒小心罩住，捧回家，放进铺了细沙的瓦盆里，盖上盖子。这不是虫子，这是他全家的免死金牌。第二天程明出门了，家里只剩9岁的儿子。男孩好奇，掀开瓦盆盖子看了一眼，就那一瞬间，蟋蟀弹腿跳了出去，落在院子里。旁边散养的公鸡冲过来，一嘴啄下去，虫子当场肚破肠流。男孩呆住了，他只有9岁，但他太清楚这只虫子意味着什么。那是父亲拿半条命换来的东西。他跑了。程明回到家，看到空瓦盆和死虫子，整个人塌了。夫妻俩疯了一样满村找孩子，最后在村口的深井边看到水面飘着衣服，程明拿绳子下去把儿子捞了上来，皮肤泡得发白，四肢僵硬，没有呼吸了。蒲松龄在这里没写嚎啕大哭，原著只有8个字：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俩把孩子的尸体放在草席上，呆呆坐在旁边，没有眼泪，没有声音。我觉得这8个字比任何哭天抢地都让人窒息，那是悲伤到连悲伤的力气都被抽干的状态。到了半夜，草席上的男孩突然有了微弱的呼吸，心跳恢复了，但双眼空洞，对外界毫无反应，成了一具只维持最低生理功能的躯壳。这时候门外传来一声虫鸣，程明循声找过去，抓到一只又小又瘦的黄褐色蟋蟀。他没有选择，只能带着这只卖相极差的东西去县衙交差。结果所有人都看呆了，这只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斗盆里凶猛的不像话，面对体型大他好几倍的对手，腾空跃起，一口咬住对方脖颈关节的缝隙，咬到死为止。后来一只大公鸡来啄它，它蹦起3尺高，落在鸡冠子上，死死咬住公鸡，痛得疯狂甩头，甩不掉。程明翻身了，县令升了官，巡抚得了赏，程明免了差役，得了金银良田，穿上了绫罗绸缎。1年之后，床上那个植物人一样的男孩醒了，他坐起来说：爸，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蟋蟀，在盆子里跟别的虫子拼命。很多人读到这里长舒一口气，觉得苦尽甘来了。但你把这层皮扒开看看里面，这哪是喜剧？一个普通家庭想要在这世道上安全活下去，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一个9岁孩子的灵魂被硬生生从身体里扯出来，塞进一只昆虫的壳里，去经历撕咬、搏杀和随时丧命的恐惧。程明一家的富贵是建立在骨肉至亲的灵魂异化之上的，系统没给底层留一点尊严。你想活命，行，先把自己变成供上位者取乐的虫子。说实话，我读完促织以后很长时间都没缓过来，让我难受的不是那些血腥场面，是那个逻辑本身。皇帝想玩虫子，一个念头而已，传到县令那里变成了政绩工程，传到村里变成了生死任务，传到程明家里变成了骨肉分离。每一层都不觉得自己有错，每一层都在执行流程。但一个孩子没了魂，这台机器最恐怖的地方就在于，它不需要任何人存有恶意，就能碾碎一个家庭。当人间的路被堵死了，蒲松龄继续往深处写。接下来是席方平，这个故事直接把镜头怼到了权力网络最腐烂的那根神经上。
席方平的父亲是个硬脾气的人，因为一点土地纠纷得罪了村里的有钱人。这富户手眼通天，直接拿钱买通了阴间的鬼差。没过几天，媳妇暴毙，席方平一个年轻人察觉出了蹊跷，他咽不下这口气，怎么办？他选了一条最极端的路，绝食，硬生生把自己饿死了。魂魄脱离肉身，直奔地府告状。但他到了地府才发现，这里跟人间一模一样。他先去城隍庙，城隍高高在上，害死他父亲的富户就站在旁边。席方平递上诉状，城隍看都不看，挥手让鬼卒把他按在地上，一顿毒打。席方平拖着被打烂的魂体继续往上走，到了郡司衙门，郡司也收了钱，又是一顿更狠的打。从城隍到郡司，铁板一块，水泼不进，这是一条完整的利益链。席方平没有法术，没有背景，没有任何筹码，他唯一有的东西就是一道不肯弯的脊梁。他咬着牙继续走，一直走到了阴间的最高审判机构阎罗殿。阎罗王黑袍高坐，席方平跪下递状纸，满心以为最高层总该讲理了。阎罗王的反应击碎了他最后的幻想，没有审问，没有查证，直接下令上刑。原著里这段酷刑的描写真实到让人反胃。两个鬼卒抬出一张铁床，下面烧着烈火，铁板烧得通红。他们把席方平仰面按上去，高温瞬间烫焦了皮肉，大殿里弥漫着焦糊味，骨头在火上发出脆响。阎罗王问：你还告不告？撤了，马上放你。席方平吐出一口血水，盯着阎罗王说了2个字：不撤。阎罗王怒了，命人把他从铁床上拖下来，绑到木架子上。2个身材高大的鬼卒扛来一把5尺长、锈迹斑斑的锯锯，锯齿对准他的头顶，开始拉。锯条割开头皮，锯断颅骨，脑浆和血顺着铁锈流下来，继续往下，切开鼻骨，割断喉咙，劈开颈椎。锯到胸口的时候，阎罗王又问：认不认输？低头就停。席方平用尽最后一口气，发出了微弱但清晰的声音：不。锯条继续推进，切断肋骨，撕开内脏，一直劈到骨盆，身体被锯成2半，掉在冰冷的石地上。你品一品这个场面。阎罗王动用了最极端的肉体摧毁，来碾压一个人的精神，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低头，承认这套黑白颠倒的规则是合理的。席方平赢不了，他自己也清楚，但他的选择是，宁可被劈成2半，也绝不点这个头。这不是意气用事，这是一个人在被逼到绝境时能守住的最后一样东西。不承认。故事的结尾是二郎神巡视路过，碰巧接到了席方平的诉状，大怒，把阎罗、郡司、城隍全部治了罪，还了席方平公道。但你仔细想想这个结局，席方平的胜利100%是运气。如果二郎神那天没路过呢？如果更高的权力没有恰好垂青这个角落呢？席方平的魂魄就会在阎罗殿里被反复锯开，永远沉沦。地府的系统并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它只是在更大的权力面前暂时低了一次头。这不是正义的胜利，这是偶然的侥幸。蒲松龄写得很清楚，把醋汁和席方平放在一起看，你会看到底层面对系统时2种截然不同的姿态。程明一家选择了变形，为了活，把灵魂塞进虫壳里，去迎合规则的齿轮。席方平选择了撞墙，宁碎不弯，用一次次被碾碎的身体去冲撞那道高墙。蒲松龄没有评判哪个对哪个错，他只是用最冷的笔把血淋淋的现实铺在你面前。这才是聊斋的骨血。他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比青面獠牙的恶鬼更可怕的是那些坐在堂皇大殿上披着人皮的同类。如果说醋汁和席方平毁的是肉体，那接下来2个故事毁的是更深的东西，脸面和心智。这里没有刀光剑影，也没有严刑拷打，但你会眼睁睁看着一个正常人怎么一步一步亲手毁掉自己的脸，又怎么在一个虚无的执念里把自己的精气神耗到一滴不剩。先去罗刹海市，很多人把这篇当奇幻游记看，觉得新鲜有趣，但你要是真读懂了蒲松龄的底层意思，你会出一身冷汗。这不是奇谈，这是对所有病态圈子最精准最毒辣的画像。马季，商人，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出海做生意的时候遇上风暴，船在海上漂了10几天，搁浅在一个陌生海岸。他下了船，天色灰蒙蒙的，没有阳光。走进附近的村子，房子全是黑石头垒的，路边几个村民在处理海鱼。他们听见脚步声，回头一看，看到了马季的脸，瞳孔放大，脸上露出极度的惊恐，像见了鬼一样，扔掉刀具，连滚带爬跑回屋，把门死死关上。整个村子瞬间像死了一样安静。马季蹲在路边水洼前照了照自己，五官匀称，没任何毛病。他继续往村里走，躲在暗处观察。过了一会儿，街上走来一个穿华丽官服的人。马季看清了那人的脸，倒吸一口凉气，颧骨像2块石头凸出来，2只眼睛完全不在一条线上，左眼长在额头边缘，右眼耷拉到鼻翼旁边，最可怕的是鼻子，3个鼻孔全朝外翻。但让马季真正震惊的不是这人的丑，是周围人的态度。所有村民看到这个活像恶鬼的家伙，全都弯腰鞠躬，态度无比恭敬，端出家里最好的食物，高高举过头顶。马季终于明白了，这里叫罗刹国，规则跟人间完全是反的，衡量一个人地位高低，掌握资源多少的唯一标准就是丑。器官排列越扭曲，面容越狰狞，爬得越高，混得越好。而像马季这样五官端正的正常人，在这里是怪物，是异类，是必须被隔离和恐惧的对象。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设定熟悉的要命？有些圈子不就是这样吗？正直反而不吃香，油滑反而被推崇。你坚持底线，别人说你不懂事；你老老实实干活，不如人家会来事儿。这不就是罗刹国吗？马季想在这个国家活下去，他找到一个去过人间的老人，老人看着他那张干净的脸叹了口气：你这张脸就是你最大的催命符，你要是保持这副模样，在这里寸步难行。生存本能和世俗欲望开始在马季心里交战，最终他做了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决定。他回到住处，蹲到熄灭的火塘前，抓起一块烧剩的黑炭，捏碎黑色炭粉落在掌心里。他吐了一口唾沫，把炭粉和唾液揉成黑泥，然后举起双手，把这些东西狠狠抹上自己的额头。粗糙的炭粒摩擦着皮肤，他继续往下抹，脸颊、鼻梁，每一个毛孔。他故意在眼眶周围画出粗重不对称的黑圈，左脸涂得比右脸深，硬生生在脸上制造出扭曲和失衡的效果。做完这一切，他走出石屋，光线打在脸上，他原本端正的五官已经被大面积的黑色色块彻底掩盖。他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他顶着这张煤灰脸走进了罗刹国的朝堂。那些奇形怪状的官员看到他，居然全都露出了赞赏的表情，围上来夸。国王龙颜大悦，当场赐了高官。马季得到了他想要的地位和财富，但代价呢？从那一刻起，他再也不能洗脸了。炭粉干涸后紧绷着皮肤，随着呼吸不断掉落。
他跟其他怪物官员坐在一起喝酒，杯沿沾上煤灰，混进酒里，他只能张嘴咽下去。一旦他忍不住去洗，露出干净的皮肤和端正的骨骼，这个圈子会立刻翻脸，把它撕碎。蒲松龄在这里写透了一种东西：逆向淘汰。当你身处一个病态的环境，为了获取资源和生存空间，你不得不主动弄脏自己的羽毛，抹杀底线，把自己变成和他们一样面目模糊的怪物。这种压迫最阴险的地方在于，他不打你，不骂你，甚至不强迫你，他只是静静看着你，让环境本身逼着你，自己把煤灰抹上去。我觉得这是蒲松龄写过的最恐怖的场景，比铁床烙、大锯拉都恐怖，因为那些是别人对你施加的暴力，而这个是你对自己下的手。看完罗刹国那令人窒息的煤灰，蒲松龄把笔一转，带我们回到了京城一座破庙里。如果说罗刹海市是外部环境逼你毁容，那画壁就是内心的执念逼你发疯。这两篇一外一内，构成了《聊斋》最荒诞也最真实的底色。朱孝廉，进京赶考的书生，偶然走进一座废弃寺庙，大殿光线昏暗，空气里全是发霉腐烂的木头味儿，墙角结满灰白蛛网。他的目光被墙上一幅壁画吸引了，年代久远，颜料斑驳，但右下角画着一个年轻女子，头发是松散的少女样式，手里捏一朵花，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朱孝廉站在那面泥墙前，眼睛死死盯着那张脸，看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入神。然后环境开始变了，发霉的味道消失了，脚下不再是坑洼的青砖，变成了平整的石板。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不在破庙里了，站在一条陌生的走廊上，而那个壁画里的女子活生生站在不远处，正转身对他招手。朱孝廉的欲望被彻底点燃，他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这是哪里，迈腿就跟了过去，进了一个昏暗狭小的房间，门关上了。在《聊斋》的世界里，欲望从来不是免费的。不知过了多久，房间外面突然传来极恐怖的声音，粗大的铁链拖在地板上，尖锐的摩擦声，沉重缓慢的皮靴脚步声，木板在重压下嘎吱作响。女子脸色惨白，指着角落的床：“金甲神将在搜查私藏的凡人，快躲进去，不能出一口气。”朱孝廉趴在地上，像虫子一样往床底钻，灰尘积了厚厚一层，脸贴着冰冷的砖面，灰吸进鼻腔，呛得要咳。他死死捂住嘴。门被一股巨力踹开，一双镶满铁钉的黑色皮靴踏了进来，靴子在房间里缓缓走动，一步两步，停在了床边。铁钉距离朱孝廉的眼睛不到3寸，他甚至能闻到铁链上的血腥味，心脏疯狂收缩，跳动声大得仿佛要震破耳膜。冷汗顺着额头滴进灰尘里，长成一个个暗色泥点。他觉得喉咙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那种马上就要被铁链锁住脖子，拖入深渊的窒息感，几乎让他当场崩溃。就在他觉得自己要死在这张床底下的时候，肩膀被人狠狠抓住了，有人在剧烈摇晃他的身体。他猛地睁开眼，没有昏暗的房间，没有金甲神将，没有那双铁钉皮靴，他依然直挺挺站在破庙冰冷的大殿里。摇晃他的是同行的朋友，朋友奇怪地看着他：“你站在这儿发什么呆？”大殿还是那个大殿，昏暗的光线，腐朽的木头味。朱孝廉浑身冷汗湿透，大口喘着粗气。他慢慢转头，再看那面墙，壁画还在，颜料还在剥落，女子还在右下角，但有一个细节变了，那个女子头上原本松散的少女发型，变成了紧紧盘在头顶的已婚妇人发髻。墙壁是干的，墙面是平的。
朱孝廉看着那面墙，什么都明白了。他在床底经历的那种心脏骤停的恐惧，那种真实的肌肉痉挛和濒死感，根本没有发生过，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感官欲望，投射到一面涂着矿物颜料的泥墙上，在大脑里构建出来的巨大幻觉。这就是画壁真正刺痛人的地方，人太容易被自己的欲望和执念牵着走了，在一个完全由自己虚构的空间里，担惊受怕，耗尽心力，甚至体验生死的恐惧。但当外力打断这场迷梦，幻境坍塌，你才发现，所有的繁华、恐惧、执念，不过是那面冰冷泥墙上的一捧灰。欲望的主体在墙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墙本身纹丝不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里很多焦虑也是这样？工资够花，但刷了一圈朋友圈就焦虑了；工作还行，但看了几篇贩卖焦虑的文章就崩溃了。有多少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又有多少是我们自己投射出来的？这面墙300年前在破庙里，300年后在你的手机屏幕上。罗刹海市和画壁，一外一内，构成了蒲松龄对人最深的2刀。外面的世界逼你毁容，里面的执念让你发疯。无论是主动逢迎还是被动沉迷，人的本来面目都在这场荒诞中被消解得干干净净。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蒲松龄把一切都看透了，考场的冷酷，人间的倾轧，地府的腐败，圈子的吃人，欲望的虚无。他把所有的黑暗都写尽了，那他为什么还活着？是什么支撑着这个落榜了50年的老人，在那间漏雨的茅草屋里，把这几十万字一笔一划写完的？最后一个故事，替你回答这个问题。这篇叫《交纳》，在这里，蒲松龄没有写一丝算计，他只是把在这残酷世道里，普通人能活下去的最后一点温度，毫无保留地捧给了你孔雪莉。又一个把书读废了的穷书生，科举给不了他出路，他连回家的盘缠都凑不齐，像孤魂野鬼一样在荒郊游荡，走到天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遇到一户姓黄甫的人家。这家人看他是个读书人，收留他住下，让他教孩子认字。后来孔雪莉发现，这荒山野岭的大宅子根本不是正常人家，全是狐仙。但他没跑，他太穷了，也太孤独了。外面的世界冰天雪地，在这里至少有口热饭，有张床，有人愿意跟他说话，这就够了。日子平平淡淡过着，直到有一天，孔雪莉胸口长了个肿块，起初是个硬核，几天功夫肿成桃子大小，溃烂成恶疮，疼到极致，白天黑夜不停地折磨她，一口粥都咽不下，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她害怕，不只怕死，更怕被扔出去。她心里清楚，在这个讲究利益交换的世界上，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濒死之人，随时可能被扫地出门。就在他觉得自己要咽气的那天夜里，门被推开了，黄甫家那个叫焦娜的小姑娘端着一盏灯走了进来，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半点嫌弃的表情，直接走到床边，伸出冰凉的小手，按在他滚烫红肿的胸口上。狐仙体温偏低，手刚搭上去，那股钻心的剧痛就被压下去了一半。然后他退下自己手腕上的金串，对准溃烂最深处，拿金串那层薄薄的边缘，毫不犹豫地一划，黑色的毒血涌了出来，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焦娜眉头都没皱一下，一点一点把坏死的淤血和毒水挤干净，再把一颗红色药丸塞进深深的伤口，整个过程痛彻心扉。但孔雪莉一声没吭，她看着这个低头为自己治病的姑娘，心里涌起一种很久没有过的踏实。焦娜治完了，转身就走，没提条件，没要钱，甚至不需要她说一句谢谢。你品品这里面的味道，
在阴曹地府里，席方平为了讨个公道被锯成2半；在人间，程明的儿子为了保住全家性命变成了虫子。到处都是拿命做筹码的交易，到处都是步步为营的算计。但在焦娜这里，救人的理由简单到了极致。你认认真真教了我们家孩子认字，现在你要死了，我就该救你。这是一种完全脱离了身份、地位和利益核算的本能善意，不图什么，就是该做就做了。后来孔雪莉病好了，辞别皇甫一家，去外地做了个小官。又过了几年，有一天他正在衙门办事，天突然黑了，狂风大作，黑云像铅块一样砸下来，空气里弥漫着让人窒息的压迫感。孔雪莉心里猛地一沉，她知道这是狐仙的天劫来了，天道无情，要降雷火把这群异类抹杀。如果是个精明人，这时候躲都来不及，谁会为了几只狐狸拼命？但孔雪莉想都没想，一把拔下墙上的长剑，迎着漫天雷火冲了进去。她在倒塌的废墟和燃烧的火海中找到了焦娜，一个青面獠牙的巨大怪物正死死抓着她，要把她拖入深渊。头顶更粗的闪电正在汇聚。孔雪莉不会法术，她就是一个肉体凡胎的普通人，但她咬紧牙关，双手死死握住剑柄，发疯一样冲过去，把剑狠狠刺进了那个怪物的身体。怪物吃痛惨叫，松开了焦娜。就在同一个瞬间，一道蓄势已久的天雷轰然劈下，正中孔雪莉的胸口，雷击瞬间摧毁了她的心脏，衣服烧成灰烬，皮肤大面积碳化。她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直挺挺倒在焦黑的泥水里，没有了呼吸。风暴停了，乌云散了。焦娜从狼藉中爬起来，跌跌撞撞找到孔雪莉，看着眼前这个为救自己被劈成焦炭的男人，她双膝发软，跪在泥水里放声大哭。然后蒲松龄写下了整部《聊斋》里最让人心颤的一个画面。焦娜止住了哭，她俯下身，掰开孔雪莉紧闭的牙关，闭上眼睛，从丹田最深处把那颗修炼了不知多少年维系自己性命的红色妖丹一点一点逼了出来。他俯下身，嘴对嘴，把那颗红彤彤的妖丹硬生生渡进了他的喉咙。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倒在泥水里的孔雪莉胸腔猛地起伏了一下，她倒抽了一大口冷气，缓缓睁开了眼睛。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朋友，你闭上眼睛，回望一遍蒲松龄笔下这个世界。庞大的社会系统是一台无情的机器，考场的规矩逼死了叶生，县令的贪婪碾碎了程明一家，地府的腐败撕裂了席方平，扭曲的圈子逼着马季涂黑了自己的脸，虚无的执念让朱孝廉在一面泥墙前险些丧命，英宁的笑声被活活闷死在了礼教的枷锁里。在这些宏大的叙事和冰冷的规则面前，小人物的挣扎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可笑。但蒲松龄写下所有这些黑暗，不是为了让你看完以后去自暴自弃，他把整本书最大的光芒留给了焦娜和孔雪莉。你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去掀翻那台庞大的机器，也改变不了那些根深蒂固的吃人法则，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闭眼等死。蒲松龄告诉你，普通人对抗这残酷世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最底层的泥泞里去建立那种不计较得失、不衡量价值的互相托底。狐仙拿金串划开书生的皮肉，拔出毒血，书生拿着铁剑迎着天雷去刺穿怪物。狐仙再吐出自己保命的妖丹，让书生重新有了心跳。在危险和绝望来临的时候，能救你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明，也不是那些堂皇的规则，是那个跟你一样在泥里打滚，却愿意对你伸出手的同类。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释放一丝不带算计的善意，
还有人愿意在你跌倒的时候拉你一把，我们就没有理由彻底绝望。那一点点跨越了物种，跨越了生死的真心，就是我们在废墟里继续咬着牙走下去的全部理由。淄川乡下那盏孤灯，灯油早已熬干，但300年前那阵风还在吹。这本用血泪写成的书，我们今晚就翻到了最后一页，认清生活的真相，然后带着那一丝人性的温度，继续勇敢地活下去。感谢你的长途陪伴，我是老高，我们下期再见。